大家好，我是伊森。大家好，我是伊森。那我今天有点小感冒，所以呢，声音会有点不一样。最近尼康 ZR 确实是很火，然后我也第一时间吧，也不是第一时间，就是有货之后，我也没有加价买到了一台。最近虽然没有严肃的拍什么好看的素材吧，但是我也做了一些测试，因为我发现蛮多网上朋友在讨论它的后期的流程，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那我确实也发现这个问题。那首先，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你在拍比较暗的画面的时候，它噪点表现确实一般。当然这个我可以理解，因为它是 RAW 嘛，你买它肯定大部分情况下也是拍 R3D NE 的那个 RAW， 所有的 RAW 都是这样。但是我发现它的噪点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。我在做了一些降噪之后呢，它仍然会有一些暗部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出现。那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红绿灯的闪动。大家仔细看我的分量图，看到没有？你可能从我的预览看不出来，因为经过平台2压之后，可能噪点并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你可以非常清晰的从我的分量图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暗部在疯狂的跳动，3个通道它们跳得很不均匀，这就代表确实是有所谓的红绿灯闪动的问题。平台2压确实会压掉一些噪点，但是这种屏幕的闪烁确实人眼还是会感知到。大家仔细看这个爱图仕这个继电器，就是它稍微有一些散热的纹理在这边，然后也是属于暗的情况，蛮明显的吧，对吧？就是这种有细节的暗部的东西，它就会出现很不舒服的红绿灯闪烁的跳动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我放大这个画面，我这个 ISO 还是停留在第一个 base 的 ISO 是800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它应该是噪点表现相对比较好的档位。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发现非常多的彩噪，对吧？你在播放的时候，这个彩噪是很烦人的。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看噪点多不多，可能平台2压之后大家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大家仔细看我的分量图的这个暗部的这些细节，理论上来说，越干净的暗部，它这个分量图它不会糊在一块，不会有这种很模糊的感觉。我先把我预先弄好的降噪激活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很多了。就这边还是有很多种很模糊的高亮点，是因为我没有做太多，因为做多了涂抹感会太重。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，大家就知道，就是这种不清晰的感觉会有所消失，对吧？理论上来说，就是分量图、波形图越清晰，就代表它的噪点越少。我首先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 ZR 拍的是这种比较暗的画面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非常干净的暗部，因为它的彩噪实在是太多了。黑白噪点相对好处理一点，但是彩噪处理起来确实是你没办法做到极致，因为彩噪处理到极致的话，涂抹感会非常的重。所以我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降噪，时域降噪和空域降噪我都分别做了一些吧。空域降噪我做的比较多，时域降噪稍微做少一点。时域降噪呢，如果你画面运动的很快的话，它可能运动的物体会出现一些拖影。如果是比较相对来说运动缓慢或者是静止的画面，那时域降噪可以多一点。那我这边呢，举例说明，我就用空域降噪多一点，然后我把这个锁链给解开了，也就是代表它这个亮度和色度，个人化就是亮度控制的是黑白噪点，色度控制的是彩噪。那大家可以看出来，我这边彩噪是加的比较多的，黑白噪点稍微加小一点。我现在这个画面仍然还是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颗粒感，对吧？因为我那个亮度，也就是黑白噪点没有降的太多，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了。那第3个节点呢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大家看一下我加什么东西。对，就是在达芬奇这个特效库里面的去闪烁。那这个我觉得非常牛逼，大家默认情况下去闪烁一打开，它会默认回到延时嘛，你就切换到这个高级控制。那下面这些参数就让我这个参数设置。那这下面有个输出哈，你可以先把它选到这个放大的闪烁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让你能够看到它检测到的闪烁的像素。那我先把这个降噪隐藏起来，我降噪开启的话，我没办法预览很好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闪烁就非常明显了，就是我这个暗部的红绿灯跳闪，因为我现在放大了2倍来显示，所以它非常的明显。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分量图这边跳动的很夸张，那就代表说它这个去闪烁这个特效，它确实是检测到了我想去掉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回到这个去闪烁效果。那基本上我现在是没有降噪的情况下来一遍，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吧，我的分量图几乎已经没有在跳动了，那就代表已经弄好了。那我也把降噪之后的这个渲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个就是去闪烁之后的效果，确实很不错吧？暗部确实有一些涂抹感，但是整体已经没有那种让眼睛很不舒服的闪烁了啊。那顺便说一下，我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边缘比较肉，是因为我是用巴语怪拍的，复古镜头就是有这种味道嘛。OK， 那这些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ZR 的后期必做的一步吧的一个小技巧。那希望能够帮助到刚买这台没多久的朋友。那这台
有很多点我想说，那不是在这一期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，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。这台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完善。现在我觉得尼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这期不是讲这个，所以之后再讲。那先这样子啊，有空来做。